非常感谢大家出席今天民进党第20届第2次的党代表大会。在关键时刻，大家团结一致，相挺台湾。明年总统以及立法委员的大选，不仅仅攸关台湾未来的前途、民主的延续，也势必会左右印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。因此，今年的党代表大会，我们回到民进党创党的所在圆山大饭店来举办。我将在这一个深具历史意义的民主场址，率领民主大联盟跨党派、跨世代、跨领域的优秀立委候选人一起誓师。一方面感念创党前辈在专制独裁黑暗的年代争取民主的勇气，一方面也展现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未来的威胁，我们将秉持民进党创党的精神，团结一致，守护台湾的主权，也维护民进党民主的价值，展现我们的决心。过去成功，现在也绝对不能够失败。民进党是台湾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政党，为台湾的生存发展，也为台湾人民的福祉而存在。在不同的民主阶段，使命都不同，但不变的初衷是，我们始终永远站在民主自由这一边，始终站在多元价值社会公益这一边，始终站在台湾人民这一边。我们也要深刻体会，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，人民有权利表达对执政的期待，表达对执政的不满，这是我们创党的信仰，也是我们传承的理念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正面看待任何对政府的批评，我们也必须透过各种的批评去检视我们的执政是否贴近民意。不管支持者、反对者，都是国家的主人，我们都应该列为我们凝聚的对象。今天在凯道上有一个集会，这是民主的常态，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声音，不以人废言，也不因为他们人数的多寡。我们听到了建设性的批评，我们必须采纳，并且作为未来改变的动力。如果我们听到的批评跟事实有落差，我们也必须要清楚说明，好好沟通，交给国家主人来做决定。我一直深信，唯有更开放的民主治理，才有可能成就更壮大的民主共同体，以及一个更伟大的国家。今天是我第一次主持全代会，我内心有3个满满的感谢。第一个，我要感谢全党同志，在过去这一段时间，面对一连串的事情，大家用团结的意志支持改革。我们没有要求大局为重，因为最大的局就是人民的利益、社会的进步，还有国家的未来。我们也没有因为选举而积极会议，而回避任何的议题，反而果决改革。不管是学伦的问题、黑金的问题，或者是性平的问题，我们都改革党内的规定，健全党内的机制之外，我们也推动修法，将改革的效益推广到整个社会。这个就是民进党在台湾的使命，也是我们应该要执行的事情。我们一定要莫忘民意绝对高于党意，
这是创党前辈的指引，也是民主的核心价值，更是民进党对台湾社会永远不变的承诺。第二，我要衷心感谢台湾人民的托付，让民进党重返执政，给予我们改变台湾的机会。2016年以来，身为执政的一员，我深刻感受到蔡英文总统率领的团队都在跟时间赛跑。由刚刚陈建仁院长的致辞当中，我们也清楚地看得出来，我们的确面对了许多挑战，我们也克服了许多困难，也累积了许许多多的成果。我们没有辜负人民的托付。各位党内的同志，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蔡英文总统，感谢陈建仁院长、苏贞昌院长，还有林英权院长所有团队的努力。第三，我要再次感谢全党同志支持我代表本党参选下一任的总统，这是我生平无上的光荣。我也深知我责任之重大，我一定竭尽所能完成使命，不辜负大家的期待。而在未来，我也将在蔡英文总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，用人为才，秉持民进党青年勤政爱乡土的精神，既传承又创新，开创台湾新的未来。近年来，除了国内各项社会问题持续产生冲击之外，国际的情势变化也非常的大，包括民主和极权阵营对立越趋于明显。我们也看到了全球产业链的重组，板块的变化也非常的剧烈。另外，净零转型以及数位转型来得又快又急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台湾面临的挑战一定是越来越多。但是我深信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善用台湾本身的优势，我们绝对有能力把危机化为转机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我在此承诺，我将把民主大联盟的精神推广到社会。我会在各领域寻找优秀的人才，来推动国家希望工程，将台湾打造为民主和平的台湾、创新繁荣的台湾，以及公益永续的台湾，让台湾成为世界上令人骄傲的民主故事。首先，民主和平的台湾，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。未来我会持续以中华民国台湾团结台湾社会。面对区域霸权的扩张，我们将持续以4个坚持捍卫民主宪政体制，维持现状，并透过4大支柱向世界展现台湾追求民主、追求和平的决心。我们会积极增进国防能力，提升国家安全。我们也会扩大产业链的重要性，推动多元贸易，来提升我们经济的安全。我们更要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更紧密的伙伴关系，发挥威慑的作用。我们也将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，只要对两岸人民的福祉有帮助，我们都愿意跟中国进行交流跟合作，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。第二，创新繁荣的台湾。面对全面智慧化时代的来临，我们将推动以创新驱动成长的经济愿景，运用国家的力量，全面推广数位转型，投资下世代的科技创新，促进台湾经济升级。在迈向2050净零转型的过程当中，能够带动绿色成长的新动能。其次，我们要延伸台湾资通讯及半导体产业的优势，支持更多隐形的冠军成为护国群山，强化台湾在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地位。同时，
也要推动地方创生，支持在地产业，发展社会企业，落实包容性的成长，让人人共享经济的果实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第三，公益永续的台湾。我出身贫困的家庭，深深体验到国家的希望是来自于人人有希望，没有一个人该被放弃。一个越公平的社会，越有助于社会的发展。因此，我将投资未来的世代，要到0到22岁都有足够的社会支持，让不同社经家庭背景的孩子都能够拥有追求梦想的机会。就在最近，在这样的理念之下，感谢蔡英文总统的支持，感谢陈建仁院长的支持，我与执政团队一起努力，提出了缩小公私立大学学杂费差距，以及挺青年居住3政策。未来我更要扩大政府对社会的投资，进一步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2.0，长照服务3.0，强化社会的支持，并确保劳动权益、性别权益、族群权益、健康权益等等都能够获得充分的保障，落实多元平权的价值，以及要坚定的打击黑、金、枪、毒、诈，以建立和谐安定的公益社会。国家希望工程是我们的愿景和理想，也是我们为下一个阶段共同擘画的治国蓝图。我也将透过各种形式逐一公布所有的政策主张。各位国人朋友，各位党内同志，台湾又再一次的走到民主跟专制的十字路口。我们都共同经历过专制的痛苦，也享受到民主的幸福。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极权主义的扩张，加大文攻武吓的力量，我们便屈服走回头路。我们要勇敢的往前看，继续走，好不好？在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壮大台湾。我有方向，有执行力，也有坚定的意志，请给我机会，扛起下一个阶段的执政责任。我会以和平为灯塔，用民主当指南针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中乘风破浪，带领台湾稳健前进。台湾要继续前进，也需要国会过半的力量来支持。敬请各位，拜托大家也鼎力支持民主大联盟的候选人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套用棒球术语来说，上一阶段的比赛，蔡英文总统是最强的主战投手。我们给一个热烈掌声。现在我已经在牛棚做好肉身，也已经站上投手丘准备投球，给我一点鼓励。每一个投球势必也是一次的拼搏，我会稳稳的投出每一个球，确保球赛的胜利。大家说好不好？而每一位民主大联盟的候选人怀抱理想，都是强棒，他们每一次的挥棒也都代表了一次希望，请全力求胜。也请各位同志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把他们送进国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让总统高票当选，国会过半，一起守护台湾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！大家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吗？我们都是挺台湾，挺台湾。我们有信心带领台湾人民打世界杯，迎向新未来。
为台湾赢得胜利，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。我们一起加油！